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央八新劇收視登頂，譚松韻、侯明昊表現搶眼，觀眾口碑說了算。譚松韻為逍遙暴瘦15斤，顛覆形象，聯手侯明昊上演煙火氣仙俠，沒有台詞堆砌的浪漫，一個快吃吧比撒糖更戳心。導演徐紀周加《流浪地球》特效班底，用實拍惡戲，真奇獅子的較真，拍出讓你課堂時還能思考成長的國產良心劇。你說現在的奇幻劇，誰還信濾鏡？逍遙剛開播，收視第一，桃場熱榜也衝頂，這麼猛的數據擺在那，可真有幾個人能想到甜妹譚松韻會這麼拼？2個月掉15斤，不是嘴上說說，是直接瘦出新臉型。你敢信現在的女演員拼到這種程度，只是減肥就夠了嗎？更狠的是，她還一改往日人畜無害的鄰家小圓臉，換了個清冷女俠造型。不少老粉刷預告時都直呼：松韻，我有點不認識你了，角色濾鏡碎了一地，這就有意思了。不過話說回來，逍遙這劇底子確實硬，導演徐紀周狂飆的狠角色，有他坐鎮基本沒跑，特效班底還是《流浪地球》原班人馬，所以從制作層面來說，這波確實給足牌面。但最讓我忍不住想吐槽的是，這劇不光是大場面炫特效撐門面，劇情節奏也沒掉鏈子。一上來逍遙譚松韻是尋寶換妖王，各種反轉，高能不斷，加上趙麗穎首次挑戰反派，仙俠劇都拍成這樣了，你還能說國產劇只會賣情懷？當然，這些都是表面的精緻皮囊，真正讓網友買賬的，還得看主創們怎麼寵粉。說白了，現在觀眾早不是10年前那批單純追星的小白兔了，會不會玩直播互動，是不是敢在陪看裡放飛自我，都成了衡量偶像下線的新標杆。逍遙主演團就很懂事，上線桃場一起聊直播，譚松韻、侯明昊邊看劇邊吃瓜，還順手爆料幕後趣事，看似漫不經心，其實比正片還帶感。比如一開場，譚松韻因為沒吃飯，被侯明昊慫恿偷吃，鏡頭前還靦腆一笑，這種真實瞬間比濾鏡下的完美女神可愛多了。接着再說女主的人設和演員本色融合這事，說真的，很難有人討厭譚松韻，無論戲裡戲外，她身上的善良、勇敢和那點少女氣息都拿捏到位。但這種溫柔絕不是軟綿綿，她能在陪看時問大家煙花美不美，而不是機械誇自己演技好，把分享快樂當頭等大事，這才是真正寵粉的方式。也難怪路人緣炸裂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侯明昊其實也一樣，他飾演的紅葉沒有那種紙片人偶像包袱，一舉一動全是生活化細節，比如為逍遙放煙花慶生，那段根本沒台詞，全靠現場 freestyle， 再配 BGM 猜歌互動。第一次談戀愛怎麼會愛錯？網友聽完都樂了，兩個人唱林俊傑合唱環節更是甜度超標，有人調侃直接齁到牙疼。除此之外，這劇有意思的是，他把生活氣息做到了極致，不靠浮誇大場景，就靠吃麵、慶生這些細枝末節打動觀眾。說白了，就是把浪漫拉回地面，讓你覺得這就是我身邊發生過的事。主持人也跟着起哄，宵夜 CP 的稱號不是白來的。其實觀眾要的不過就是這種煙火氣罷了。對於浪漫的理解，他們給出了另一種答案，不用撒糖，不用台詞堆砌，一個眼神，一句快吃吧，就已經足夠戳心，比那些假大空強太多。當然，彈幕和評論區也是修羅場，有人磕瘋了，直言磕到了，甜到發膩，但也有人冷嘲熱諷，仙俠劇別再炒 CP 炒有意啦，古偶套路能不能變點新鮮花樣？不過仔細想想，這些聲音恰恰證明一點，現在觀眾看透明立場那套遮羞布，只認誠意和共情力，
所以當他們看到侯明昊聊及角色關係，說什麼要互相給予空間和安全感，要成為彼此最強依靠時，大部分彈幕選擇站隊，而不是冷漠路過，因為現實生活裡缺乏這樣的溫暖和守護。如果只盯着男女主撒糖，那你未免低估逍遙的野心。在另一場直播中，譚松韻和張小婉貢獻了一波姐妹喜感名場面，兩人大方比心貼貼，還互爆出印象，一個以為對方溫婉如水，一個發現其實是喜劇人屬性滿分，經常笑成傻子。為防止笑場還得刻意保持距離，否則壓根進不了戲。一提到角色從閨蜜變敵對，更是分析得頭頭是道，把女生敏感情緒拆解得透徹且真實。有網友直呼，這才是真正懂女人心。還有人調侃兩個人私下簡直大型脫線現場，背後邏輯是什麼？其實很簡單，如今仙俠劇翻車率高，就是因為假裝高大上，實際空洞無物。但逍遙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，一切以誠意為先，無論演員還是劇組都拼命實拍。比如紅葉給逍遙做面的戲份，道具老師用新鮮食材準備數遍，為啥煙火氣那麼濃？因為演員連早餐都省，為的是拍攝時真的餓到投入。還有逍遙騎獅子的畫面，道具師傅辛苦搭出來的大獅子，本尊現場親自騎乘，不玩小綠人合成這些投機取巧的小聰明，對，就是這麼較真。同時你再看那些奇幻色彩濃重的大場景，也並非憑空杜撰，而是借鑑全國各地自然地貌，加以想象改編，這才有質感，否則早被網友罵慘。但凡敷衍點，都活不過3集。從這些細節能感受到整部劇是真的想拍出不一樣的東西，而不是走老套路混天數湖錢。總而言之，逍遙到底值不值得追？看完這些操作，你可能已經有答案。他講的不只是愛情，而是一種選擇權和成長感。逍遙從小乞丐逆襲成萬妖谷女主角，這一路她經歷友情、愛情，也品嘗失落與委屈。每一次剝落堅強外衣後，都能被紅葉這樣的人接住，所以才有飽滿複雜的人物弧光。說到底，人性的成長比任何狗血橋段都更動人。諷刺的是，當年仙俠題材風光無限，如今卻走向式微，好作品越來越稀缺。逍遙偏偏逆勢突圍，用老方法拍新故事，用真情實感對抗套路公式化。這年頭還能看到這樣的用心之作，不容易。所以結尾一句話送給所有追劇黨：喜歡奇幻，喜歡溫暖成長線，就別錯過這部可以讓你一邊課堂一邊思考人生走向的國產良心作《逍遙》，值得慢慢品。